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何谓面相三庭，一眼看穿一生。富贵，学过美术的人都知道，三庭的叫法和美术画人像也是一样的。依照相法，面相中有3个部位，分别是上庭、中庭和下庭。上庭除了指从发边到眉毛以外，还代表出年运；中庭则是从眉毛到鼻底，代表中年运；下庭为从鼻底到下巴，代表暮年运。但是美术老师会说三庭是平均的，实际上三庭绝对不平均，普通人上庭都会低一些。我们经常听到农村的老太太讲，这个孩子脑门大，长大肯定能当大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从一个人面相的上庭来说，一般从发际开始到眉来上庭。从上庭也能看一个人恋爱会不会顺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人恋爱都是在15岁至30岁间，而厄运正就是管15岁至30岁间的事，所以能看。一般一个人的额如果遇到以下情况时，恋爱一定会不顺利。如果日月角是突出的，而且日月角与眉之间又是陷进去，侧面看有小沟的，这种情况，恋爱过程中一定不顺利，一波多折。首先要受感情的伤害，即使后来的感情成功了，也需要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同耐心，还有时间同付出。这个日月角突出，代表火太旺，往往早年因为冲动而陷于某段感情之中不能自拔，最易早恋，又最易为情所伤，就是这类型。如果额中间有横纹横过的，也代表这个人恋爱过程中会不顺利。这类特征代表单恋或暗恋的多，说白了就是一厢情愿。有这种额纹的人，向人表白时，不用说，10有8九要被人拒绝的。而不论他本身多么的帅气或有钱有本事，一样都会被拒绝。因为额属火，横纹属水，横纹越多，恋爱越多段，且不顺利。从中庭来说，一般从眉到准头为止，代表一个人的中庭。为什么中庭也能看一个人的恋爱呢？因为不论男相女相，鼻都是代表配偶星。男相来说，以鼻为妻；女相来说，以鼻看福。所以中庭也明显可以看一个人的恋爱之路。还有肩门等也是位于中庭的位置范围内。一般上，中庭部位遇到3种情况时，恋爱也易一波三折。肩门下陷及眼角位置上，这个地方如果下陷，说明恋爱也要几段，且过程中不顺利，往往会因为欲望而分手。眼睛中眼白太多，也代表恋爱几段。这是因为眼白太多时，代表这个人会挑剔，会拣择，犹豫不决，这是主动型的不顺利。鼻子起鼓或鼻子弯曲，也代表这人恋爱过程中不顺利，很明显，或有异地姻缘。再从下庭来说，有一个部位也是可以看出你恋爱会不会顺利，婚姻中好不好的，那就是嘴，即面相学中所说的水星。因为嘴为出纳官，是唯一沟通的部位，也是动得最多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人嘴里面的牙齿排列紊乱，或前后左右错杂、不整齐，或落差大，那么这个人的恋爱也是不顺利的，一反复，几经周折才会成功，并且成功之后结了婚还要吵架，或常闹意见，口角多。爱情可遇而不可求，宁缺而勿滥，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保持一颗向上乐观的心态，努力做一个秀外慧中有内涵的人。丘比特的箭总有一天会射中你的。面相可以分为3庭，也可以从5行来看，分为金木水火土。金型脸，金型人脸型额头偏圆滚，并且饱满，一般肉比较少，脸型是偏小，并且肤色趋于白净，眼神乱转，善于观察周围形势。耳朵较小，位置较靠上，耳朵白于脸色，眼睛一般为小三角，或者内双眼皮，或者单眼皮，小八均比较小，比较尖，
手指短而且细小，手上的肉比较细软。鸡型人的皮肤都很好，细致而且白净。优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喜欢竞争，并有强烈的获胜欲望。独立性强，不愿意依赖他人，追求荣誉或成就感，常因工作而不知疲倦，有强烈的领导欲、支配欲，率直，有意见或看法时直接表达，执行力强，讲究效率，并能调动他人。自信，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大无畏，不怕挫折，越挫越勇，果敢，不畏强权，并敢于冒险。缺点是理性大于情感，说话语气强硬，缺乏亲和力，自我意识很强，争强好胜，易与别人争辩，领导欲、支配欲过于强烈，脾气倔强，容易发怒，批评人时态度严厉，当别人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时，易感到不耐烦，缺少对别人的尊重，吝于赞美，注重实际效果，对别人的感受考虑较少。2. 水型脸，脸型是耷拉脸，脸型下部宽大，耳朵大，眼大，眉毛粗，鼻梁比较低，宽额头，头发丝较细密，耳朵大，脸型偏大。他们身体比较胖，皮肤较黑，行动比较迟缓，沉默寡言，神情不定，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。水型人表面上显得是个大好人，但实际上性格多疑嫉妒，从不相信别人，即使对人好也只是利用别人，心胸比较狭窄，容不得别人的一点成功。优点是和善的天性，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善于接纳他人的意见，语言轻松自然和适当的幽默，处理事情惯用低调手法，面对压力能保持稳定性，对环境适应能力强，有耐心，能宽恕他人对自己的伤害，总是显得平静而坦然自若，团队观念强，能顾全大局，富有同情心，关心他人。缺点是容易被外界的干预而改变自己的观点，缺乏热情，行动较慢，不正面与人冲突，内心固执，懒散且能原谅自己，按照惯性做事，拒绝改变，遇事容易妥协。有目标，但缺少计划，不愿承担责任，有时过于中立，没有自己的立场，容易满足现状。3. 木型脸，木型脸脸型分析，木型主长，挺拔，脸瘦硕长，脸有青筋外露，额头高隆，天庭高狭，脸部中段平直，下巴窄而长，眉有青彩，眼睛细长，鼻梁长直，略见骨节，肤色青，声亮而清扬。木型人声音高直，大嗓门，脸色偏青色，一般身体修直，大眼睛。优点，对自己严格要求，有责任心，追求完美，追求高标准，对数字和细节特别关注，讲究精确，富有创造力，喜欢研究，思维缜密，善于逻辑分析，有艺术才华和欣赏能力，注重承诺，感情专一，待人忠诚，行事沉稳，三思而后行，富有很强的团队精神，做事有耐力，能始终如一。缺点，待人待己过于追求完美，受到伤害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，过于敏感，容易受到伤害，容易从负面看待事情，感情脆弱，有自怜倾向，有事总藏在心里，不喜欢和陌生人接触，事必亲为，总认为自己做得最好，患得患失，行动缓慢，墨守成规，缺乏生活乐趣。4. 火型脸，脸型主尖，脸部上锐下丰，上尖下阔，为由自脸，是上三角形，头长，头面尖削，天庭狭窄，下巴丰腴，有地无天，头发粗稀少，眉毛稀又疏，眼球露，常有红丝，耳廓外翻，鼻梁有结，颧骨突露，肤色略红，声音娇而粗，有如公鸭嗓，眼窝凹陷。看人的时候目光闪烁而锐利，他们体型比较瘦小，肌肤薄弱，面色红润，精气神十足，走路抬头挺胸，行动敏捷。他们脾气较急躁，容易发怒，但他们敢做敢当，
不怕困难，胆量过人，喜爱冒险。优点：善于和不同的人相处，交际广，善于表达，喜欢调侃，有幽默感，情感丰富，富有浪漫主义情怀，对新事物很有兴趣，有童心趣味，热情开朗，乐观的积极心态，容易接纳别人，也乐于助人，才思敏捷，富有创意，富有激情活力，有鼓动性，关注别人的感受，喜欢赞美别人，有错就认，能道歉，并能原谅他人。缺点：兴趣来时不在意别人的感受，喜欢夺人话题，话语太多，粗心大意，不太注重礼节，情绪波动，容易大起大落，做事耐力不够，过度热情，爱开玩笑，想法多，不愿做具体的琐事，先承诺后思考，难以兑现，藏不住话，很难保守秘密，随意性强，计划不如变化快。5. 土型脸，脸型偏与大方脸，面色偏黄，眼睛大而圆，眉毛粗而浓，嘴巴大，嘴唇厚，嘴唇颜色偏深红，鼻子扁而鼻头肉多，脸上有横肉，眼皮比较厚，而且向下堆，耳朵偏小，色泽偏黄，发际较低，而且发际不整齐，头顶扁平而不隆起，耳朵上方有骨偏高，下巴比较宽厚，牙齿内凹。他们体格比较健壮，身材匀称，肌肉丰满，适合从事体育运动。他们有时给人以木讷的感觉，但实际上他们属于大智若愚的类型。他们办事谨慎，遇大事很镇静，不会惊慌失措。他们忠厚笃诚，适应性强。优点：沉着冷静，不易冲动，具有包容性，有大局观念，踏实与勤奋，不拖沓，通情达理，做事有条理，善于逻辑分析，考虑周全，追求整体和谐，做事坚持不懈，有始有终，坚忍，能屈能伸，刚柔相济，处理事情慎重，会给自己留退路，居安思危，顺境中不会得意忘形，思维敏捷，懂得用最现实的方法去做事。缺点：冒险性，开拓性不足，自我封闭，难以完全相信一个人，寡言少语，让人难以接近，双重性格，常常为此矛盾。敏感，容易消极，很难原谅冒犯自己的人，戒备心重，有做出不可思议之事的可能性，过于谨慎，常常失去许多机会，过于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五行相法是相术学的一种，它运用阴阳五行学说，结合人体肤色、体型、秉性、态度以及对自然界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特征，透过观察外表来审视人体健康情况，将人的外形区分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种不同的类型，对照一下看看你属于哪种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